明星最怕什么？负面新闻必然是永恒不变的第一位。毕竟有了不良形象，事业不仅会受到波及，若是彻底被封杀，那才真的惨。可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群体，让明星们谈之变色，那就是私生饭。跟踪和偷拍已经让人烦不胜烦，若是你的还拿枪威胁你，并且把你的家一通乱砸，这可能比负面新闻更让人毛骨悚然。科贝特，一个私生饭中的顶级存在，他经过重重侦查，知道了自己偶像在洛杉矶的住址。对偶像的深深爱意让他开始妄想自己成为偶像的丈夫。终于在一天深夜，按耐不住的他回到了自己的家。好在他对自己的家并不熟悉，声响惊动了偶像。听到声响的女星及时把房间门关上，科贝特无法进入，只能一边在沟通，可是同时又在家庭里对着家具施暴。明星在报警的同时，房间的门都快被科贝特拆掉了，他只能躲到衣柜里面去。所幸的是，在科贝特成功破门之前，警察已及时赶到制止了他。而这个倒霉的女星就是被称为好莱坞球花，多次成为世界收入最高女星的奥斯卡影后珊卓·布拉克。其实这并不是珊卓第一次遇到如此惊险的事儿，实际上自从她大火以后，就一直遭遇各种私生饭的骚扰。早在2002年，她就被私生饭跟踪了几个周。2007年，还有个极端的私生饭抱着得不到就要毁掉的心态，驾车去撞她一家。关键这私生饭还是个女的。也许你会质疑，谁是珊卓·布拉克？她为什么这样的受人追捧？珊卓出生于1964年的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郊区，不少跟好莱坞明星一样，他家里人也是从事歌剧、音乐等领域的工作。他也是自小就对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在刚出道的时候，也是一边到处找戏拍，一边去酒店做服务员之类的工作维持生计。这些经历其实很多想进入好莱坞的少男少女都尝试过的，但珊卓比起他们来说，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了。由于在1987到1993这段时期，珊卓频繁在各种电视剧、电影以及百老汇一些剧集里刷脸熟，开始引起了一些电影制作人的注意。于是他被选中跟基努·里维出演一部叫《捍卫战警》的电影。结果大家都猜到了，这部电影当时获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，珊卓也因此一举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女星。那时候的珊卓和基努都还是影视界的新人，这部作品也是二人在好莱坞爆红的开山之作。众所周知，好莱坞荧秘情侣变挚友的最出名的有1997年的《铁达尼号》里的小李子和凯特温斯雷。与此同时，不少吃瓜群众也经常在盘点荧幕情侣的新闻评论区提到基努·里维和珊卓·布拉克这一对。当年两个30岁的同龄人在片场相遇，排练念台词的时候，化学反应已经超级足。据珊卓的说法，片方让我们试了几场动作戏，需要我们在地上滚在一起。有一幕，基努不小心抓到了我的屁股，我开玩笑问他：“你有感觉了？”他马上慌张脸红否认：“没，我没有。”然后我继续又说：“放轻松，基努，我开玩笑呢。”基努是出了名的害羞内向温和，而珊卓开朗活泼，爱开玩笑，一静一动的性格还挺和谐。2018年，珊卓上节目被问到当年对基努的感觉时，承认对他心动过。基努·里维真的超甜超帅的，板着脸演戏对我来说太难了。他一盯着我，我就咯咯大笑。也是，谁看到基努这张脸不迷糊？当年片场的传出的各种花絮和采访，珊卓和基努的互动相当甜。基努接受媒体采访时，珊卓呼袭身后抱他，基努红着脸对记者说：“稍等我们片刻。”末了，他还赞美珊卓穿的透视上衣，整个人都是心花怒放的样子。而珊卓当时跑电影宣传接受采访时，基努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亲了他脸颊一口。在一次采访中，珊卓说了一个很少人知道的故事，
捍卫战警上映大约1年，我们俩出去玩的时候，我提到自己从来没试过香槟配松露巧克力。基努当时问：真的吗？然后我俩又转到其他话题上。结果过了几天，我和朋友正在家里做着涂指甲油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一阵重型机车轰鸣，基努骑着车来了，他拿着一束花、香槟和松露巧克力对我说：刚想到你可能想试试，我就拿来了。他坐在沙发上，我倒香槟，一起吃了巧克力，然后他很自然地伸出手，啥都没说，让我也给他涂了指甲油。2019年，基努上节目时，主持人回放了前1年山卓坦白对他心动暗恋的画面。基努回：我不知道他喜欢我，但他也不知道，其实我当时也喜欢他。基努承认了2个人当时确实有化学反应，还红着脸闷骚地回了句：是的，上班感觉超好的，他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人，也是个好演员。也是在2019年宣传《捍卫任务3》的时候，他又回应了一次：拍《捍卫战警》真的太好了，让我认识了山卓，他在各种场景里展示出来的才华，在他身边真的很快乐。粉丝还扒过一些这么多年来2人的合影，据粉丝的说法，基努和其他女性合影时会保持绅士手，尽量不触碰对方，但和山卓就不一样了。2人多年间曾经一起走过不少红毯和活动，这亲密度从一开始就和其他人对比很强烈了。除了一起合作拍戏、出席活动，2人私底下还是保持友情。山卓说：我会不定时给他写信，每次他拍电影受伤的时候，我也会立刻打电话，我们有不少共同朋友。2013年，在一个山卓得奖颁奖礼上，基努更是以颁奖人身份致辞：山卓，你的心、灵魂、光环、才华无与伦比，独一无二，而且你超辣。台下坐着山卓感动到落泪。2014年捍卫战警20周年纪念日时，2人也盛装出席活动，基努再一次激动亲对方。这几年，基努和山卓各自宣传新作品时，断断续续也都提到过对方。对于为啥一直没在一起，山卓这次在采访里正面回应：我们的关系从来没有越过友谊，不过基努是一个可以和前任做朋友的人，从来没有人说过他的坏话。我想，如果当年我们在一起了，可能现在也会很幸福，谁知道呢？有了帅不死人的知己，山卓继续在收割男神的征途上勇往直前。奥斯卡影帝马修·麦康纳同样是他的入幕之宾，这对大众情人和邻家女孩的组合，当年也是很养眼，风头直逼当年的彼得和安妮斯顿，甚至于被称为英伦情人的休格兰特甚至想为他息影。他如此评价他：山卓·布拉克是我理想中的情人，是唯一可以让我放弃单身汉生活共度一生的奇女子。众所周知，休格兰特被称为女神收割机，伊丽莎白·赫利、茱莉亚·罗伯茨等众多女星跟他有过交集，只不过郎有情妾无意，山卓始终不接休格兰特的茬。几年以后，3个人甚至一同出席为山卓·布拉克颁男人选择奖，这样的魅力也只有山卓能够驾驭。山卓的最终归宿会是谁？是那时候所有人期待的答案。2003年，他认识了一个爱飙摩托车的主持人杰西·詹姆斯，此人曾是少年犯，认识山卓之后结过2次婚，长相和3位男神比起来真的是一般。山卓也不知道怎么的被迷得7荤8素。2005年2人正式结婚。2010年，一部《攻其不备》在世界影坛掀起了轰动。故事讲述了一个善良的白人女性收养了一个黑人男孩，并一步步将他培养成为橄榄球巨星的故事。故事感人，因为是真人真事改编，同时因为政治正确，让这部电影的确收益巨大。山卓也凭借这部电影收获了他人生的第1座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。那时候的山卓觉得人生早已圆满，事业上功成名就，爱情上拥有爱他的恋人。可是仅仅10天之后，一切跌落谷底。有一位女士爆料，山卓的丈夫詹姆斯是自己的情人。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山卓吓懵，他紧急停止在欧洲的宣传行程，火速回美。本以为最悲惨的噩梦，却发现这只是开始。詹姆斯在外面不是只有1号女人，还有2号、3号、4号。
这些女士们就排排坐，一样一个一个的跳出来。丈夫苦打亲情牌，说她是如何的爱他，希望能够得到原谅。毕竟山卓可是那一年全世界收入最高的女明星。好在山卓终于认清这个男人的本质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。还记得当年看《瞒天过海》八面玲珑时，很多人愤愤不平，凭什么山卓布拉克有资格站在 C 位？是啊，安海瑟薇、凯特布兰奇、哈雷娜，哪一个不是欧美娱乐圈的大魔王级别？可是山卓呢？很多人都说她是过气的影后，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？一部《地吸引力》让她被称为票房炸药，在那个只看吸金能力的好莱坞，山卓布拉克永远都是资本最喜爱的傻大姐。生活中的她也因为性格被无数的人喜爱。还记得当年安海瑟薇拍摄《瞒天过海》时，那时候的安刚刚产后复出，身材走样以及一直以来对她的责难，让安更加的惶恐，特别是和一大群大咖们合作，让她更是压力山大。当年对山卓的那一刻，所谓的焦虑突然之间烟消云散，只是因为山卓由衷的对她说，看好一个漂亮的辣妈。山卓布拉克一直都是因为她的性格，被所有人将她视为大姐姐一样的存在，哪怕小贱贱雷安雷诺斯在她的面前都瞬间化成为乖宝宝。她的可观一直都在感染着无数的人。还记得当年凭借《攻其不备》，她被提名金酸梅奖最烂女主角。得知消息的她不仅没有恼羞成怒，还大方地表示这是对我最大的激励。最后她的确凭借《攻其不备》获得了那一届的金酸梅奖，可是她也在一天之后同样凭借《攻其不备》奥斯卡封后。一部戏同时被评为最烂和最佳，山卓布拉克真可谓是影视第一人。2022年，57岁的山卓布拉克宣布退出娱乐圈。消息一出，的确让很多喜爱他的人倍感失望。初见时，家人芳华正茂，如今离别在即，家人也平添了几抹沧桑。我们终究会说有再见的那一天，但记忆中最美的你，将永远在我们的脑海中留存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，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